每天傍晚6点，全球大多数科技园区都会准时变成缺少人员活动的区域，员工匆匆刷卡下班，留下空置的办公楼层和没有行人的街道。但新加坡刚投入14亿新元，试图彻底改变这个分离现状。在土地稀缺的新加坡科学园，凯德集团建设了一个名为 Geneo 的大型项目，这是新加坡在面对全球生物医药资本与顶尖人才争夺战时提出的一套整体发展新方案。为什么？为了留住顶尖科学家，我们需要一座造价高昂的超低能耗园区。早期的工业园区有一种刻板印象，它们高效、整洁，但也相当枯燥。对于很多打拼的专业人士来说，科学园曾经就是一个纯粹的上班场所。早上的班车把你送进来，晚上的班车把你接走，生活和工作被切割得泾渭分明。现代科研创新周期正在大幅度缩短，过去那种传统的功能分区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今天的顶尖科学家不再是那些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们要求跨学科的交流，偶尔在闲聊中产生新想法，同时还要求一个能满足起居、社交与休闲娱乐的社区。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其实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趋势，从早期的纬一科技城起步，到如今 Geneo 的全面落成，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条政府规划的演变轨迹。新加坡的园区建设正式告别了缺乏活力的产研分离，走向了产研居的高度融合。这背后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南洋文化里一贯的务实精神，那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绝不浪费任何一寸空间的生态价值。留住人才的从来不是昂贵的实验台，而是充满人情味的日常交流环境。但这仅仅是 Geneo 的一面，真正让跨国巨头们心甘情愿入驻的，其实是它相当严苛的硬件标准。在商业世界里，任何极致的环保标准往往都暗藏着很高的产业门槛。Geneo 拿下的这个新加坡建设局100%绿色建筑白金评级，也就是 BCA Green Mark Platinum Super Low Energy， 绝不仅仅是为了省几度电那么简单。很多人觉得超低能耗只是地产商为了拉高租金搞出的营销噱头，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它是新加坡生物医药竞争力的第一块基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去翻看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财报，你会发现他们在2026年甚至2030年的发展战略中，都白纸黑字地写着相当严苛的 ESG 合规要求。这些医药巨头在全球寻找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时，如果你的园区无法提供绿色基建，无法在碳排放和能耗上达标，他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绿色认证就是参与竞争的硬门槛。Geneo 通过区域供冷系统、智能传感器和可持续建筑材料，直接帮这些跨国企业解决了碳足迹的后顾之忧。除了满足巨头的合规需求， Geneo 还具备另一项优势，那就是超过32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这是目前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共享实验空间之一。我们都知道，生物医药是一个资金密集的行业，初创企业往往败在购买质谱仪、生物反应器这些昂贵仪器的阶段。而这个共享实验室的核心机制，就是大幅度降低了深科技企业的重资产准入门槛。大企业看重 ESG 合规，小企业需要低成本的高端硬件。新加坡通过这套精密的园区基础设施，巧妙地把跨国巨头和初创团队整合在同一个生态里。巨头提供资金和方向，小团队提供敏捷的创新，两者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产业网络。这就是深科技的昂贵门槛，也是别人很难轻易复制的运作方式。那么，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在商业上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呢？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去看看美国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你就会明白新加坡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全球顶级的生物医药高地都有一个共性，
他们都在经历从单纯的产业园向全功能科学城的转型。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顶尖医院、跨国药企实验室和街角的咖啡馆交织在一起，步行10分钟的距离内，可能就孕育着下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Geneo 正是新加坡对标这种顶级生态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凯德集团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是转型成了一个生态运营商。对于关注投资和商业逻辑的朋友来说，凯德腾飞在新加坡科学园拥有约450万平方英尺的庞大物业组合，这不仅是财务上庞大的固定资产，更是它作为新加坡生命科学空间最大提供商的绝对领先优势。当医药企业习惯了这里的生态网络，他们的转换成本将变得相当高昂。Geneo 的投入运营本质上是为这个 REITs 资产组合提供了坚实的深层价值支撑。科研效率与园区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隐性关联。很多时候，价值千万的商业构想往往并不发生在严肃压抑的会议室里，而是发生在共享空间的偶然交谈中。新加坡正是通过这种不计成本的重资产基建投入，把生活场景与科研场景紧密结合，从而长期留住了全球最挑剔的高端资本和最稀缺的顶尖人才。它提供的不再是办公桌，而是能让创新自然发生的综合社区。夜幕降临，当 Geneo 园区的灯火逐渐亮起，你会发现这里依然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这不仅仅是一座现代化的科研生活综合体，它更是新加坡应对未来几十年全球产业竞争的关键战略支撑。科技的根本目的从来都不是建造一座座孤立的实验室，而是为了让人类更好的生活，让创新者拥有更丰盈的体验。新加坡用一种相当现代、十分专业的建筑语言，重塑了属于高科技人才的干绑精神。这种在务实中求生存，在包容中促创新的做法，正是我们南洋文化历久弥新的最好证明。无论科技如何迭代，那份连接人与人的温度，始终是这片土地最核心的竞争力。如果你也对新加坡未来的产业转型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对这种产研融合的模式有什么感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分享。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思维读懂南洋的过去与未来。我们下期再见。